然后对，所以现在主要是要测说啊，然后我要确定我的麦克风收音啊，然后我要把我的网络弄成是，我先不要 WiFi 吧，我要有办法设吗？哦，服务顺序。哦，OK，好，好，我看一下 OBS 的声音，哎，看起来有嘛哈，点点点，呃，属性，我怎么知道啊？看起来是啊，好好，谢谢。那这样看起来暂时可以吗？那我先把 Slido 开出来。好好好，先这样子。声音有点小。声音有点小。没有怎么样？没有对准。好。好哪去？喂喂喂，哎，已经是看起来是正常大小了。那声音有点小，那他那边要接喇叭。进阶音乐所。啊，这是放大吗？好，试试看，关闭看看，5dB，最多5dB。好，好，我现在进行测试啊，远端连线的同学，哎，那如果现在看 YouTube 直播，它是可以留言的吗？可以留言，可以留言。其实我不知道怎么拿关掉。好像在直播设定那里就要做，是不是？好，没关系啊，留言就留言，反正我看不到嘛。没关系，如果反正我们第一次嘛，如果等一下留言或哪里有什么断线，你也可以上去留言，你就是说暂时等一下或 whatever， 哎，好。
资讯习惯。那他说资讯习惯是
好，来各位同学，现场在教室的成大的同学，还有呢，现在在 YouTube 直播上面的这个同学，大家好哈。我希望现在在 YouTube 上面看直播的同学，现在是可以听得清楚，可以看得到的。好，我们就开始上课了。好，我希望一切顺利。我先祈祷一下。好，来，那我们就开始上课哈。我们这门课呢是人工智慧导论。那这门课是所谓的教育部人工智慧学程联盟底下的一门课。那所以说呢，其实上课的人呢，远比我目前眼睛所看到在课堂上的同学应该是多很多的。那不是成大的同学，现在应该是透过 YouTube 的直播来观看课程。好，那所以在这边呢，开宗明义就必须先跟所有线上跟线下的同学讲，请大家一定要多包涵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上课的人很多，那我同时要顾现场的同学，我要顾投影的荧幕，我要顾网络上的同学，好。那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万一我希望不要，万一网络又不稳或怎么样的话，就会非常的麻烦。好，那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会讲一下我们整个课程的安排，以及我们课程的相关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呢，本来其实应该是没什么的，好，但是因为有很多，应该说至少有54间。学校我们 suppose 现在有55间联盟学校，有54间学校的同学，你是透过远端来上课，所以呢，相关的规定就变得很重要。好，那而且因为修课的人很多，所以量变造成质变。好，所以说呢，我们有一些规定，我们能够提供的弹性就很少，因为我要 handle 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课。好，那很快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课呢。本来呢只是成大资工里面我们自己的一个课程，那后来呢我们就被纳入到台湾大专院校人工智慧学程联盟，简称 TICA Taiw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llege Alliance 的这一个联盟的这个课程里面。好，那等一下我会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联盟是在做什么的。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学期呢是114学年的第1学期。那我这门课呢，就是所谓的主导课程，主导课程。那本年这个学期呢，我做的是所谓的混成式授权，括号就是有所谓的镜像课程跟卫星课程。好，简单讲是什么意思呢？镜像课程就是 mirror 嘛，所以基本上现在在线上的大部分的同学，其实你们都属于镜像课程的范围，也就是说呢，在镜像课程的这个修课的学生呢，上课的是谁？上课的是我 ，OK， 出作业的也是我，好，然后呢，改作业的也是我应该说我跟我的助教们，我的助教团，然后呢，最后为你学习打分数的也是我 ，OK， 所以呢，绝大部分目前在成大的同学以及线上的同学，你们的分数最后都是由我跟我的助教团来打的。好，但是呢，有5间科技大学的同学，你们是一样是在上我这门课，但是你们是属于所谓的卫星课程。OK， 那卫星课程的话呢，就是由我来上课，一样是由我来出作业，但是呢，是由贵校的你们自己的协同老师以及协同老师找的助教来帮你们改你们的作业，以及改你们的考卷，然后最后的学习分数呢，也是由贵校的协同老师来打分，这样子。好，那对于目前绝大部分的同学镜像课程的同学来讲，基本上这样的设计对于你们一点影响都没有那其实对我的影响比较大了因为如果说所有55间学校的学生的作业都是由我们的助教来改的话，你可以想象那个 loading 有多大。好，所以其实我们也很感谢有5间科技大学的这个
他们是所谓的卫星课程，那有协同老师跟他引导的助教来帮忙我们，相当于一起帮我分摊这个改作业以及最后学期末评分的这个 loading 啊。那卫星课程有哪些呢？其实就是有包含朝阳科大、南台科大、正修科大、台中科大跟高雄科大。那我们现在在画面上显示的，我们感谢这些老师是我们在这5间科技大学的协同老师。OK， 好，那这个是当时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就是混成式的教学。那混成式的授权混成式的授权。那这个跟去年我在开这门课的时候不一样去年呢只有25间联盟学校，所以呢我就是整个25间学校都是卫星课程所以去年我们的助教团也很辛苦就是25间学校的作业跟考卷都是我的助教在改的那今年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好，那为什么要有这个人工智慧学程联盟呢？最主要是因为教育部长官觉得说这个台湾产业目前急需人工智慧的人才那有人才稀缺的问题。那事实上呢，目前在人工智慧的学习上，不只是资讯工程其实各行各业可能都需要有人工智慧的这个理解那但是呢可能不同学校的资源状况不一样有些学校可能本身就已经有人工智慧的相关的课甚至都有一系列的学程可能都有了，但是有些学校可能没有或者说缺了几门课，所以说呢这个整个的概念就相当于是说由教育部来做庄由教育部来handle 整合这个各个学校相关的课程，然后呢提供一个这样的一个学程。那你只要修相关的课，符合一些规定的话，你就可以拿到学程，教育部所颁发的学程证书。OK， 所以大家不管在哪一间学校，我相信各校都有所谓的学分学程，或者是某某某学程，对不对？那你本来就是说你自己本身在修课的时候，你如果有符合我修了某某某某课这些东西加起来可能凑足15学分或18学分，你在毕业的时候，你的毕业证书，应该是说你就会额外拿到一张什么学分学程的证书各校本来就都有这些规定 ，OK， 好，那这个呢，人工智慧学程联盟的意思是说，这个证书是由教育部颁给你的不是成大颁给你的或者说清大颁给你的，或者是什么正修科大颁给你的，是教育部颁给你的大概状况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它课程的同学的目的。好，那其实这个联盟呢，它提供了目前提供4个不同的学分学程。这一张图呢是最新的版本去年还不是长这样，今年有做了一些更改它分成人工智慧探索应用学分学程、人工智慧工业应用学分学程、跟自然语言技术学分学程，还有视觉技术学分学程。分成这4个不同的学分学程那这里面呢，这个图呢就是课程地图比如说你想要拿到人工智慧探索应用学分学程的证书的话那你就要你要有几率程式设计、人工智慧伦理人工智慧导论，或者是生成式人工智慧导论，以及人工智慧应用课程这些。好，那我们现在这门课呢，我们的位置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个整个的课程地图里面，我们的角色就相当于是，你看在上面的绿色的部分，这基本上是大学部的必修课最底下蓝色的部分呢，可能是在大学部的高年级，或者是说研究所的时候的相关的课。
所以我们这个人工智慧导论这门课的角色，就是在衔接大学的基础的这个什么程式设计啊、几率这些，到你想要到研究所，你可能想要做一些人工智慧的相关研究，中间的一个衔接的课程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这门课的定位是这样。好，那所以我们隶属于第一个这个学分学程。那你也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看这边的课程地图，你可能去修机器学习啦，智慧制造啦，你就拿到另外的这些学分学程等等等等的这个请大家自己参阅啊。好，那整个学程联盟的规定呢，你可以自己上 TAICA 的网页去仔细看。好，那这边简单先列出来，就是说学分学程总共需要修15学分，好，那至少12学分不属于学生的主修辅系或其他学程的应修科目。啊，那有一些相关的抵免办法。那如果需要拿到教育部的学分学程证书，需要修习至少1/3以上的课程为主导课程。那现在 right now 我们这门课就是一个主导课程。好，所以这个就是整体而言为什么我们会利用这样子线上线下上课，以及有那么多联盟学校的一个原因。好，那我们这门课就是一个主导课程啦。那在去年的这个学期113年度第一学期，当时呢我是所谓的封闭式授权那当时是第一次总共有5门主导，全国有5门主导课程，我是其中1门那当时呢我们都是封闭式授权也就是说由我们这散布在台大、清大跟成大的5门课的老师就自己在那边上课然后呢其他25间联盟学校的同学可以远端来修，那由这个老师来出作业、改作业、评分等等的。好，那今年呢，扩大到55间联盟学校，所以说这个 loading 变得更大了。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可不可以混合了封闭式授权跟条件式授权？那我们刚刚提到了有5间科技大学的同学们，你们是所谓的卫星课程，那就会有对应的协同老师来帮忙分摊我们这样的一个 loading 好，那所以呢，基本上我们这门课人工智慧导论的课程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广泛的介绍人工智慧的基础知识，以及不同的发展分支的基础的概念，内容涵盖的智慧代理搜索演算法、统计学习、深度学习以及人工智慧的应用，这样子好。接下来越来越多规则性的说明又越来越重要上课的时间就是下午1点10分到4点。好，那这边对成大的同学来讲有什么好说的？没什么好说，本来就这样。可是对于其他学校的同学麻烦毕竟我主要是在成大这边开课嘛所以请要 follow 我们的这个课程的时间安排就是这个样子也许其他学校的同学，你们的上课的时间点不是什么1点10分，可能有的是1点开始上，有的是怎么样1点20或 whatever 但是反正就是大家都是 follow 我这边的时间。那我们在成大这边现场的上课是在4264跟4261教室账面上成大有130个人修，但是我目前眼见所及是不到130个人嘛所以理论上呢应该我不知道现在隔壁教室4261有没有同学，我不知道好，那当然大部分的联盟学校的同学是在线上上课OK， 然后我是朱伟达，如果有一些课程的相关的问题的话，其实大家最主要的先要到我们的课程平台上面来进行发问或者是相关的讨论我们的教科书是右下角这一本那这本呢是人工智慧的经典教科书 OK， 好，那当然它是一个经典嘛，它既然是经典很多时候他讲的这个范围就非常的广，然后他讲的语气也是非常 high level 的，就是非常高阶的，从很高的视野来讲述这整个人工智慧的领域
那它本身呢很厚一本，内容很多，所以我们一定不可能讲完，我们也不要讲完。那而且呢，现在为了因应时代演变的趋势，其实这本书里面的很多的内容啊，以目前的眼光来看，可能都有点太旧了啊。那甚至最近网络上呢，也有这种AI 大神啊，就在那边讨论说，哎，这个讲在学校里面的人工智慧的课啊，好像很多都已经过时了，啊，好像应该要比重应该要多往哪边偏一点啊，什么等等的。都有很多的讨论，那所以我在这个学期也是会做一点改变，比起去年第一次开的时候，我会把比较前面的内容呢更快速的带过，然后我们后面会补充一些更新的东西在里面，好，那所以这是整个课程的这个大致的想法，然后再来很重要的是我们整个课程的教材讨论。作业全部都透过台大的 NTU Cool 平台 ，OK， 所以成大的同学，我们其他的课可能都是用 Moodle， 对不对？但是在我们这门课，我们一律用 NTU Cool。好，那你可以连到 NTU Cool。好，理论上大家，等一下哦。我们弄一下显示，我拉过去也可以啦，不然我拉过去啊。等一下哦，这个就是我要同时顾线上跟线下会产生的问题哈。好，这样子大家线上的同学，我不知道你看到的画面是哪一个画面呢？会不会你看到的其实是我的 OBS 画面？线上好了，对，这个就是这样。那我们还是得要改成同步输出，对不对？好来。镜像输出。好，这样好像可以哈。好，这样子应该线上线下同时看到这个。好，照理讲，现在有修课的同学，你应该都会有建一个 NTU Cool 的账号，你们都可以登入。照理讲，应该是这样子。好，然后呢，你如果没有的话，有一个可能性是这样。比如说，大家连进来之后呢，你就会看到我们这个 NTU Cool 的页面，然后比如说，我现在连到成员，你看这个成员里面啊，有490位的邀请还没有被接受。好，比如说第一位，不好意思，你的名字借我念一下，丁君杰，你就还没有接受。OK， 那你怎么会没有接受呢？非常有可能是因为你平常没有在收你学校的 email。请注意，不管成大或者是线上的同学，我们所有在 NTU Core 上面的账号，一律都是用学校的名称，因为我们要辨识不同的学校，所以呢，请一定要到你学校的账号里面。所以像这两位 NKUST 就有NCKU 这位就有，但这里有一大堆都还没有接受 ，OK， 有一大堆都还没有接受。好，所以请特别注意这件事。好，这是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你要透过 NTU Cool 来 access 我们的这个整个系统我们的教材，然后交作业什么等等的那另外附带一提在我们的这个学生里面有如果是这个叫什么镜像课程的学生，
你的角色就是学生，废话啊。如果是卫星课程的学生，就是我刚刚讲，比如说正修科大、朝阳科大，如果你是这几间学校的学生，你在我这个页面呢，你的角色叫做旁听生。所以像高雄科大这位同学，他就是所谓的旁听生。那你事实上，高雄科大呢，在 NTU Core 上面也有一个专属于高雄科大的一个课程的页面。那你高雄科大的同学，你要交作业，请记得你要交到你高雄科大的页面上面去。OK， 好，我讲很慢，是因为这个都是之前在整个联盟运作的过程当中都有发生过的事情。就是明明高雄科大的学生，他是所谓的卫星课程，他的评分者是他高雄科大的协同老师，可是他却把作业交到朱威达老师这边来，啊，就会变成两边都，我就想说啊，我不用帮你评分啊，然后可是你高雄科大老师又看不到你的作业呀，啊，就会产生这种情况。好，所以请特别注意这件事。好，那你还是会被加到我成大的这个 NTU Core 的这个页面的原因，是因为你可以透过你是旁听生的身份，你还是可以看到我这个课程页面，然后最新的教材、作业的公告啊什么等等的，你都可以看得到啊。最主要是这个原因。好，那另外一个再跳回来，另外一个，目前呢，我们这门课有多少人选呢？目前看起来账面上是658，好，但这是假的。怎么说是假的呢？目前也有同学可能会觉得说，我现在在看 YouTube 直播，可是我没有 NTU Core 账号，我真的没有收到信呢？这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你在某某学校，比如说我随便乱讲，台南大学好了，你现在是台南大学的一个学生，你昨天刚选到课好了，选到了，可是你知道，要把资料汇整到 NTU Core 里面来是需要时间的，因为台南大学那边必须要先汇整完名单，再送到台大，那台大再把东西汇整到 NTU Core 里面来，所以这中间会有一个时间。课之后，你马上就会在 NTU Core 上面有同学，你有可能是没有 NTU Core 账号的，所以你要做2件事。第一个就是你要仔细去看一下你的学校的官方 email 账号有没有信，那个 spam folder 也看一下。如果真的没有，那你就需要再等等需要再等等，最多等1个礼拜，你的账号应该就会出现在 NTU Core 上面了。这样子。好，那下一个问题，可是我就真的没有 NTU Core 账号，可是我又要看教材怎么办？好，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先连到我个人的这个课程网页。好，那这个是你只要在网络上找成大资工朱威达，那你自然就会连到我的这个课程的网页上面来。好，然后你就可以有 YouTube 直播的连结，然后呢，这个就有今天上课的投影片，这样子。好，那最底下第3个 link 就是 YouTube 的直播网址。好，终于要花很多时间在讲这些规则。好，再来，我们要上什么呢？我们刚刚讲说这一本课本其实1000多页，很厚，它有 Part 1到 Part 6。好，那在我们预计呢，我们会讲到的内容大概在 Part 1，然后呢 Part 4会讲一点，Part 5会讲一点，Part 6讲一点。好，那我们说了，毕竟这本课本呢，其实上一个版本已经是2020年的事情，已经很久了。以现在 AI 发展的时代来讲，这是远古时代的东西了，所以我们会补一些
更新的内容。好，那我们教材都还在持续的制作当中。好，再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安排。时间安排，我们知道全国的各个不同的学校开学的时间可能不一样，但这个我不管，反正呢，大家都要按照我在成大这边的时间。好，所以今天9月11号是我们第一次上课。好，那这些时间点，大家最需要注意的是，我们预计在12月11号要考期末考，这一段时间一定是同时段同步考试，也就是说，不管你是成大的学生，你是刚刚讲的卫星课程的学生，还是其他镜像课程的学生，你12月11礼拜四下午1点10分到4点，你一定要可以考试。如果你那个时间不能现场考试的话，请你不要修这门课啊，就这么简单，这样可以吗？好啊，你如果真的不行的，你现在可以先离线的，好不好？好，那我们呢，大部分的情况下，像我们上课就是线上线下同步、非同步进行。所以今天，比如说我现在在场看到的成大的同学不到130个，那可能很多同学可能是在宿舍看直播啊，或者在隔壁的教室看另外一个，就也是直播嘛。好，理论上，你也可以说，我礼拜四下午没空，我就晚一点，我再看 YouTube 的影片就好，因为我们 YouTube 直播会录下来嘛。啊，理论上你可以事后看影片，对，这是 OK 的。好，所以我也知道说很多学校的，比如说可能会有礼拜四下午的课会冲到或怎么样，但是他又很想修这个，也 OK， 反正你就另外找时间看影片，但是作业准时交，这样就 OK 了，这是 OK 的。好，但是一定强制，一定要同步出现的就是12月11号的下午4点，你一定要可以考试，我们不会给例外。好，我们不会给例外。好。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可能的点是12月18，好，我们整个课程的安排里面呢，会要大家做一个期末 project， 好，然后呢，我们其中有一个我们反正呢，我们最后会评选出比较优良的期末 project 的队伍，会请大家在12月18号做线上线下的同步报告。OK， 所以如果你做得很不错，你12月18号也有需要在礼拜四下午的这一段期间要报告 ，OK， 好，那我们把这整个流程走一次。我们呢，整个课程安排就从9月11一直到，因为刚好12月25放假，1月1号也放假，好，那我们现在全国的学校里面，有些学校已经只需要上课16周，啊，成大也是上课18周。那我为了要取得最大公因数，所以说呢，我的课程安排是从9月11一路到理论上到12月底，但是12月底又刚好放假，所以其实我们最后一次上课时间会到12月18。好，然后再来我们的作业，我们会有5个作业 ，OK， 所以呢，我们下礼拜就会公布我们的第1个作业。过了2个礼拜之后呢，就要大家讲第1个作业，然后我们同时会公布第2个作业，啊，以此类推，每2个礼拜会有1个作业。好，那这作业呢，其实其中有3个作业都是扣紧我们的期末专题，所以第1个作业其实就是要大家开始找组员，开始去想你期末专题要做什么。我为了要逼迫大家去想，我把它设定成1个作业，就是要大家去想，因为我如果不逼迫大家，大家就不会想嘛，不会去找组员嘛，所以只好逼迫大家assign成第1个作业。好，那第2个作业呢，通常是会需要写程式的。那第3个作业呢，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大家回报你之前第1个作业说你要做什么，那你现在做的怎么样啦？所以第3个作业其实就是你的期中报告，你到目前为止你做的怎么样了？你的进度。
project 做得如何，要把它总结起来，然后呢，做一个短影片啊。好，那个时候就是12月27，所以简单讲就是说到11月底，你要把你的 project 做完啊，你要把你的 project 做完啊。好，那我们的评分方式呢？我们有5个作业嘛，总共40分，一个作业8分啊。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期末考，就是12月11的那个期末考，占30分，学期分数30%。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学期的 final project， 也是占30%。OK， 好，所以事实上啊，这个30%其实远超过30%啊，对不对？因为其中有3个作业都是跟期末 project 有关，所以你可以这么想啊，8乘3 24，24加50，有54% 都是跟你的 final project 有关。OK， 好，那你说为什么弄这么多作业？是故意的，故意的。好，就是你受不了的你就不要修啊，好不好？好，来 final project。Final project 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希望大家在学期一开始的时候呢，你就开始找组员，而且组员呢，不见得是要同一个学校的哦，跨校也很好。事实上，在去年我们开课就有跨校形成同一组的这种例子出现。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台咖的这个学生联盟也希望能够促成的一个目的嘛，哈。所以你可以自己去 organize 你的这个团队啊。然后呢，选定一个主题，然后我们逼迫大家在学期初一开始前3、4个礼拜，你就要想一个题目出来，然后呢，去想说要怎么做，这样子好。那你有很多可以找题目的方法，比如说在座的如果有研究生，你最好就是想办法把你的研究题目跟 AI 扯上关系啊，那你就拿那个来进行，就是一鱼多吃啊，你又完成你的硕士论文的进度啊，你又完成了修这门课的 final project， 这样子好，但是不要拿什么A 这门课也用这个题目 ，B 这门课也用这一个 ，C 这个也用这一个啊，那你就是一个题目好几吃啦啊。那你如果是大学部的，你可能很多人在修专题啊，你也可以用专题想办法当然要跟 AI 有关哦，跟 AI 无关的是不行啊。那或者是说呢？你可以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这些平台啊 ，AID 啦、AIGO 啦、Kaggle 啊等等等等的，从里面去找一些适合的题目来做。那这边举一些例子啦，啊，之前呢曾经有去年的同学有做过哪些题目啦？比如说有在预估这个房地产价格的啦，啊，有在做这个花卉影像的分类啊。或者是说呢，这个商品的分类啊，然后呢，有在做这种3D 球棒、挥棒轨迹啊，或者棒球里面的球的追踪啊 ，OK， 然后有人也蛮喜欢，有过去啊相关的课程里面也有蛮多同学喜欢做那个 game， 但这个 game 呢是比如说自动跟电脑能够对打的，或者是说它有一个自动走路啊，或者是移动的一些相关的 game 啊，你可能会用到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啊，那过去有人做这个，比如说情绪的分析啊，或者是说这个产品流水线，或者是组装工厂里面组装线的一些相关的辨识，这个都很常见。OK， 那附带一提啊，还有一些牵连脑题目啊，我希望不要再看到了，因为我觉得实在是太老了。比如说，每年总是会有人想要做股市变动的这个预测 ，always 有人要做，永远都有人要做，因为大家都想赚钱还是怎样？但你知道每年都有人要做是什么意思吗？就是都做不好的意思嘛。如果做得好，你还坐在这里干嘛？对不对？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每年都有人要去预测股市，每年都在做，每年都做不准。是有几个人赚到钱，对吧？每人都有这样实在是看到有点想要吐啊。然后另外一个呢，也蛮常出现的就是 COVID-19 的
相关的题目啊，比如说那个什么肺部 X 光的什么什么哪里的什么结节的检测什么，这也都很久了啦。好，所以请大家可以发挥你的这个创意哈。好，那你为什么要修这门课啊？主要我们会教大家 AI 的一些基本的知识，广泛的各种不同的类别分支，然后一些基础的演算法跟应用。好，然后呢，我们根据课程的安排，是希望要求大家就是尽可能要做 project 啊，你必须要做 project， 因为我们占的这个比分很高。好，然后再来，很多同学之所以修这门课，可能是看到我们这门课程的名称“人工智慧”这4个字就嗨起来了，就赶快来修。所以呢，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修呢？可能是会觉得说，因为最近现在这几年的人工智慧很夯嘛，对不对？产业也是这个蓬勃发展嘛，好，然后看起来有很多很绚丽的应用嘛，所以呢，你可能想说啊，我来修这门课呢，老师可能会教这个很炫炮的这些 generative AI 吧，好，但实际上不是，我们教的是这个，我们教的是整个广泛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所以大家知道啊，你现在觉得最炫炮的这些 ChatGPT 啊、大型语言模型啊、大型动物态模型啊，什么图生文生图啊，什么这些很多都在 generative AI 的范围。但是你知道 generative AI 只是 deep learning 的这个研究的一个子集合，而 deep learning 又只是 machine learning 的一个子集合，而 machine learning 又只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一个子集合。所以我们教的不是这一个，我们教的是 overall 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OK， 好，所以请三思啊！你真的要修这门课吗？好，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门课里面，我们不会教你怎么用 PyTorch 跟 TensorFlow， 我们不会只教你实际的应用，比如说 Generative AI、Stable Diffusion、Large Language Model， 不是。我们虽然会提到它们，但是我们不会只教这些。OK，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如同我们刚刚前面在那个课程地图里面所看到的，我们课程的定位是在衔接从统计、几率、程式设计、演算法到你后来的比较活泼进阶的人工智慧应用专题，我们是在这中间的衔接的课程。你如果要很有趣、很实用的那一种内容的话，那也许你要到人工智慧专题的那个课去修。OK， 好，那当然了，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怎么可能一直在讲那些老 Coco 古老的东西呢？所以，如同我刚刚前面所说的，人工智慧的那个经典的课本，我们其实是很多内容我们会快速的讲过，然后呢，我们会就是比较后面比较近期的东西，我们会补充多一点。好，那当然了。现在这个年代，假设你们现在做这个提出 final project， 几乎所有的 final project 可能都是跟deep learning 有关啊。那我们也欢迎我们也绝对欢迎大家用 deep learning 的或者 generative AI 的方法来去做你的 final project， 好，绝对欢迎啊。但是我们上课我们不会只教 deep learning 啊，因为 deep learning 专门的 deep learning 有专门 deep learning 的课这样子啊。好。那所以最后再次说明选课要注意的事项，先备能力，你要会写程式，因为我们作业2跟作业4会要大家写程式 ，OK。另外呢，你如果有几率跟演算法的基础会更好 ，OK。然后交作业的时候，你一定要符合我们要求你的这个作业的格式，因为你可以想象得到，如果我们1500个人修这门课。请问助教怎么改作业？他一定要一些自动化的一些 filter 的方式来帮忙评分嘛？你有些如果格式错了，就直接 fail， 就是不行。好，所以请一定都要根据我们要求的格式来写啊。然后呢，我们希望大家从学期一开始就要探索以及进行你的期末专题，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那你可以选择同步或非同步上课。
好，目前课堂上的就是同步上课啊，目前网络上在听的同步上课啊，你也可以事后看影片，可以。好，那但是呢，你12月11你一定要可以考试，同步考试。好，到时候我们会，比如说今天我有举台南大学的同学的学生，你12月11号，到时候很有可能进行的考试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请台南大学相关的人员借一间电脑教室，然后呢，你就连到 NTU 库哦，然后我们在某一个时间点就会把那个期末考卷打开，然后你就可以填入 Word 档啊，就一个 Word 档，然后填文章上传啊，这是我们去年运作的方式啊。那你一定要能够同步考试啊。那12月18呢，有一些优选的团队啊，可以进行同步的报告。那所以请好好评估你的时间是否允许啊。虽然我们不要求大家在其他时间要能够同步出席。好，另外一个最后这一项，自己可能要注意一下，去年好像还好了就是说，请避免同一个学生在这个课程有2个修课记录。这件事情呢，绝大部分不会发生，但是请稍微注意一下，同时属于台湾综合大学联盟，以及也是我们这个台咖的联盟学校的学生要注意，有谁呢？台湾综合大学联盟就是有成大、中兴、中山、中正，所以麻烦你们自己要确认一下，因为本来呢，我们这4间学校就有所谓的跨校的什么课程的什么合作或者 whatever， 好，所以请记得，要仔细确认一下，你这样子的修课你是选到哪一种？好，这个其实有点复杂，好，这都是我们在运作这个课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啊。这个你可以大家再 double check 一下。好，最后面在我们休息之前，还有一件事情要提的，我们这里提到嘛，同学们可以选择同步或非同步上课。好，所以理论上呢，其实我们现在的课堂上几乎可以完全没有人，对不对？因为你们自己就在宿舍上网就看直播了嘛，对不对？好，那我老实跟大家讲，去年我在开这个课的时候，到了学期末的时候就是这样。一开始大家还挺捧场，对不对？来一下，对吧？那后来呢，考试完或者学期中完之后，就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理论上好像修我这门课的人有好几百人，但是我在现场，我就是看到2、3只小猫很捧场的到后来几乎都没有了。OK， 那我们这个学期为了鼓励成大的同学，你能够来课堂上同步上课我们其实在这个联盟学校，联盟的这个主管单位这边有争取到一些算力 ，OK， 所以呢，为了鼓励大家实际到课堂上来上课，或者是说呢，到时候网络上有看直播的，我要怎么确定他是在看直播？whatever， 我们在想看怎么操作。总而言之呢，我们鼓励大家实际到课堂上上课。那你有来上课的，我们可能就要在某一些时间点，我们就会抽奖跟这个威力彩一样抽到，你有来上课，刚好我们今天我们要把一些算力的 quota 分出去，Collab 的这个 quota 分出去就抽到你，我就会给你账号，给你时数，让你有免费的算力可以用。这是一个鼓励的机制不然我到学期末就好像神经病一样，我自己一个人站在这里，然后对着空气讲话，然后号称有几百人在修我的课，大概是这样子。好，来，那讲到这边呢，我们稍微停一下。那有一个就是有问题的话呢，尤其是线上的同学有问题的话你可以连到 Slido 这边你扫 QR code 连到 Slido， 有问题可以在 Slido 上面提问。好，那我们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提问，
啊，我现在 Slido 的 QR code 放在这边。好，那等一下关于课程的安排有什么问题，我都可以回答。好，那目前在场的现场有没有人有问题？嗨，请说。哦，分组几个人一组哦？我觉得就是最多4个人一组啦。分组最多4个人一组。那你可以想，如果说我们假设有1500位修啊，不要1000位修好了，平均一组，假设真的都 maximum 到4位，我们也会有250组，哦，所以是 loading 很重的，啊，组员自己去找 ，OK， 那当然了，你是找组员的时候啊，你要找那种，就是大家要讲好，因为我们去年当然也会出现那种做 project 做到一半，然后后来就退选了，有没有？就落跑的那种，有没有？啊，那你本来是比如说3个人一组，然后后来2个人落跑，你就变成自己1个人一组，啊，我觉得总是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啊，这个要自己要注意一下，这样，好，还有没有问题？在场的没有的话，来我来连一下 Slido， 看有没有问题。哎，这好像不对，等一下，我 Slido 到底有没有开啊？有哈，那我要怎么看？这是去年的 cache 吗？Past 哦，难道账号错吗？账号错，好，账号错，换另外一个。怎么那么啰嗦啊？好，来开始。这堂课很难吗？这种回答 depends 啊，这是看你的程度怎么样啊。好，有点难，又不是太难。好，评分的标准是什么呢 ？OK， 如果是作业的话，作业2跟作业4，基本上就是程式作业，然后助教会定义好一些评分的标准嘛。比如说总共，比如说作业2，假设随便乱讲，有5个题目要你完成，那就是1题20分这样子嘛。啊，对就对，错就错嘛。啊，那或者是说，我们总是不同的作业会有不同的评分。比如说，假设某个作业它是准确度要达到多少啊？如果有到多少就多少分，就到多少就怎么样就多少分嘛。好，那至于作业1、3、5是属于比较书面的作业，就是说，比如说作业1要大家组队想主题嘛，作业3就要看你的进度嘛。那比如说作业3看你的进度，那当然主要就是看说你进度多不多嘛，对不对？你进度好不好嘛？那到了作业5就是你的你最后的期末的 project 你做的好不好嘛？你报告有没有写得好？你的影片有没有做得好？等等的啊。所以相对来讲，当然是比较主观一点啦。外校名额考试线上吗？对，到时候呢，不是成大的同学是一定要在课堂上，就是传统的考试。那如果是非成大的同学，我们去年的做法就是说，每一个学校都会
allocate 一个电脑教室，然后呢，你就要连到用你的电脑，用电脑教室的电脑，在监考老师的监视之下，你就连到 NTU Cool， 然后你就开始download 我们的考试的题目卷，那它就是一个 Word 档，那你就把答案写在对应的位置上，写完了，然后呢就上传到 NTU Cool 这样子，这是去年我们的做法。没有收到 NTU Cool 的信件怎么办？我刚刚说过了2件事，第一个，你要去确认一下你是用学校的官方的 email 账号，第一件事。第二个，没收到的话，明天再收一次，后天再收一次。好，最晚过1个礼拜应该会收到因为那个跟贵校你们会诊名单再送到台大再汇进去这个时间点有关，它不是 always 你一修到课马上就会有的。所以在初期前1-2个礼拜，你可以从我的个人网页来拿到你的这个投影片，拿到课程投影片。点名会如何进行？我们不点名我怎么点名呢？1000个我怎么点名我不点名线上上课怎么分组？它会一直跑上去，是不是？线上上课会怎么分组？怎么分组呢？不知道你们自己去分你们自己去找人就是你是网络上，或者说 NTU Cool 的讨论区，你也可以自己征求组员没有程式设计基础会无法上课，你很有可能无法完成第2跟第4个作业，所以我强烈建议你要会写程式。不会程式设计完全不能修吗？你敢修的话你就修嘛。你作业写不写得出来？重点是我觉得作业2跟4可能会很有问题，而且我们会限制大家，比如说我们要大家 implement 某一个演算法，那我们会要求说你不可以用 Python 的什么什么 library， 因为要不然你就一行 code 你就弄完了嘛，人就帮你 implement 完了，写什么写，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大家自己去 implement 那一个演算法。所以听到这里，有些人可以下线了，是不是？本来你心中还在想说，我就抠一个 Python 的一个function就算了嘛，当然是不行所以最好要会写程式。所以你现在还要反悔还来得及好，这个去年有人问这堂课会用到的程式能力大概要到哪里呢？这个很难回答。基本上你可以想象说，假设我要你 implement 实做一个 sorting 的演算法，你会不会？你大概会的话，你大概可以处理这个你大概可以处理作业2跟作业4。对，你可以离开了。请问对于没有资讯背景大一新生，对大一新生，我真的是不建议你最好把统计、几率、程式都学过再来不急嘛。期末专案跟去年一样上台报告吗？没有去年并不是说成大的就要报告，非成大就不用报告，不是这个意思去年是我们选出来的，我们觉得表现的比较好的，大概前20组，分数前20组要报告。所以去年报告的也不是都成大的所以不要误会。所以不管是校内或校外，如果你表现得好，在前20名，你就报告。你说，报告对大家来讲是一种惩罚，是不是？就不是你有报告，你的分数就会比其他人高很多。那你说，我们刚刚讲嘛，如果我们整个课有250组，其实有20组可以报告，那剩下230组的分数我怎么给？事实上就是用大家的作业5的分数来当成你的期末 project 的分数。但是你有在前20名的，你的期末 project 的分数一定是远高过没有进入前20名的。就这个意思。上课需要下载什么软体吗？没有什么软体那你要用什么程式来撰写？就是看你高兴嘛。你要用 C、C++、Java， 你要能够完成我们交付给你的作业就可以了嘛。当然，现在很多人
应该都用 Python 啦，哦，对，基本上都是用 Python，OK 的。去年的影片档，这是什么意思？哦，就是可以直接看去年影片档，我可以不用上课，是不是？哎，这其实我也蛮高兴的啊。你如果要看去年的，随便你啊。好，刚刚有人问过了，最多4个人一组，作业跟考试可以用英文回答吗？可以。请问可以加签吗？你确定吗？啊，你确定要加签吗？啊，基本上，成大的话加签的话，一定都是线上加签。这个本身是没有空位的啊。这我刚刚回答过了。要使用英文或不使用英文都可以，你也可以用中文或英文都可以来回答啊。那题目当然是用英文啊，题目我会用英文出啊，你回答可以用中文写。期末考的内容就是课堂的内容啊，不是叫大家写程式啊。今年一样会用 Webex 上课吗？去年第一堂课也是挺混乱的，我不晓得现在助教你在 YouTube 上面有人有什么？OK， 好，太好了，谢谢这位同学的提问。去年超惨的，超惨。好，那今年也许是因为我们系上这个网络设备有改进的关系啦，哈，所以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只是 delay 个3-5秒，我们还是要用 YouTube 直播，我们就不会用 Webex 的。OK， 好，去年超惨的，我都快哭了啊，就一直断线这样子啊。好，这个请大家自己，你们自己要找组员的话，自己去这个 NTU Core 上面啊去进行讨论。期末考带小抄吗？这个我们之后再来研议，好不好？去年是没有了。这个台大研究所的学分不知道，这个你要自己问一下你们学校的这个规定，这个我不晓得。好，这个我刚刚回答过了。所以说，非本科系、非资讯相关科系没有程式基础，我会建议不要。好，没做过专题，有机会过吗？我觉得，会比较困难啊，会比较困难。那就算是资讯相关科系的同学，也不见得会过哦。我们去年有当人哦，大家会死在哪一关，你知道吗？期末考。你只要不读书啊，你不看我的投影片，我在那边讲那么辛苦，你不看，你期末考很烂的话，真的会被当掉。去年就有当掉啊。这刚刚问过了。这个你自己去看，这个课程地图。好，我记得好像不属于工业应用学分学程。好，只学过基础的 Python 可以吗？可能可以啦，当然你如果会一点演算法会更好啊。如果是镜像课程的学校，作业交 NTU Core 给助教感吗？全部都是交到 NTU Core 啊，不管是镜像的或者是卫星的，只是说卫星学校的学生，你交到 NTU Core， 请记得是交到你各自的那个学校的页面，而不是成大的这个页面，主导课程的页面啊，都是要交到 NTU Core。好，成大的同学不是交到 Moodle 哦，不是哦，不一定要写记忆语言。期末考试不是选择题啊，大概都是问答题啊。作业题目跟写法，这个就等到时候 homework 公告之后，大家就会知道了啊，大家就会知道了啊。我也许等一下可以秀一下去年的题目，但今年题目可能会不一样啊。大家可以修吗？这个跟大几无关，跟你的准备，你个人的准备有关。有考古题吗？没有。镜像课程对象包含线上同学吗？
是啊，现在大部分都不是都线上的同学吗？嗯，直播声音会断掉啊，这个请包涵，很常断麦。4次作业可以再说明一次吗？也就是说，第4次的作业也很有可能是程式的作业。好，那第3次的作业应该就是期末 project 的期中报告这样子。期末考不需要手写程式，要怎么知道自己学校的协同老师，就是刚刚那5间学校协同老师，我都已经写在投影片上面了。好，这个大家不用现在太担心，就问到期末报告的影片要有多长。我记得去年好像是5分钟还是3分钟啊，因为我们不想要看太长。啊，这个线上上课要去哪里看？怎么还有人在问这个问题呢？好，这个刚刚说过了嘛，作业4、5这个有了，没收到信件。这我好像刚刚也回答过了嘛，好，这个回答过了。只会 C++ 跟 C# 很好啊，没什么建议，请自己去找。一个人可以1组，可以，你够强的话，可以的。哇，问到这么细哦，作业期限是礼拜4晚上23:59吗？可以呀、不会演算法可以修吗？最好要一点演算法啦。不会的话，那就看你知道多不会了。这个其实很难说。我说实在的，这个我刚刚回答过了，这个我回答过了，微信可以加也回答过了，那怎么还有那么多啊？还有多少？如果作业一决定太难做，期中报告可以换成可以的，这个是每年都会发生。就是说，作业1是为了 push 大家去组队，然后去想。那你有可能一开始想的太美好，比如说你要登陆火星之类的，然后忽然发现太难了，是到作业3是有机会可以改的，可以的。实验室同学，什么实验室？本实验室吗？朱伟导老师实验室同学吗？不准啊！我不知道是讲什么实验室同学了哈。这个刚好回答过了。等一下，关于程式作业，我会给一些范例，好不好？让大家看一下去年是怎么弄的啊。这都回答过了，这个回答过了嘛？如果是台科大同学先这个自己看。台科大我记得不是什么卫星课程啊，不是啊。这个回答过了。报告形式为何？书面报告跟主要就是书面报告啊。可以旁听啊，你要听的话可以的。这个回答过了，回答过了。作业能用 AI 辅助吗？你问得好，我们会抓我们会有一些办法。你如果说都没有自己的东西在里面，我们会想办法揪出来的。如果就是来学演算法的，可以吗？那请去修演算法的课啊，不要修这门课啊。好，这回答过了。好，可以，我们先这样子休息10分钟，我们再回来。好，先这样。说麦克风会断3到5秒，但是画面是好的，所以只有声音不见了。这样还好啦，已经很不错了。比起去年根本是灾难啊！
另外一间都没有人。没有人哦，那可以撤了，可以来这边就好了。对啊，所以下次就不用。下次还要借吗？他其实不是借，就是说戏办早就已经安排好那一间在这个时段就都是可以用的，都是要给我用的。对，那下次还要？如果我觉得还是暂时前2个礼拜还是开好了，观察观察。哎哎，但是刚刚如果另外一间这样子看都 OK 吗？啊，都 OK，只是说声音有时候会断掉。有时候会断掉。哦，好。有时候会断掉，就是还好。哦 ，OK。好。
好，来，我们回来咯。好，我们的上课方式呢，不会刚好跟所谓的下课的钟声铃响刚好切齐，好不好？好，我们就反正就是上到4点为止啊，这中间可能会不定长短的下课休息，因为我最好就是讲到一个段落，再继续往下讲嘛。好，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真正进入我们的课程。好，那首先呢，先从第一个 part 开始。第一个 part 只有2个 chapter 啊，那这2个 chapter 呢，其实都是聊聊天的啦。哈，先讲第1章啊。好，那一样的哈，线上的同学，你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透过刚刚的这个 slide 来进行提问啊。那我们就是上到一个段落，我们就去看一下 slide 这样。好，那我们这个是人工智慧导论。什么是人工智慧呢？事实上，人工智慧这个词啊，在2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出来的一个词。好，那基本上它的名称呢，第一次出现在1955年。那有一个说法是1956年。等一下我们会让大家看一下哈。等一下会让大家看一下。好，总而言之呢，1955或1956呢。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个词呢，第一次被提出来。那有修过计算机概论的同学大概都知道了哈。我们的电脑的发明就是在2次世界大战之后，1940几年的时候。好，那到了1955年、56年的时候呢，就有一批学者在那边探讨所谓的计算的本质、计算机的未来是怎么样。后来呢，就提出了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个词。好。那经过几十年的这个发展呢，AI 这个词呢就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你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待 AI 这件事，大致可以分应该说分2个面向。好，第一个是说怎么思考，有的人认为呢，思考要像个人，就是说你开发出来的一个东西。它的思考模式要像个人，这样子出来的东西才叫做是具有人工智慧。好，那也有人认为说，不见得一定要像人一样思考啊，因为说实在的，我们人是怎么思考的，现在都不见得搞得很清楚了。好，所以说呢，有人认为说我们也不要去探究说，今天我为什么看到一个什么东西，我就会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它也许背后没有一定的什么道理。好。我们不见得一定要像人一样的一个思维模式，我们只要我们的思考具备符合一定的物理规则或者一定的社会规范，好，
就可以了。所以说，一个是从比较理性的角度 ，rational 就是所谓的理性的啊 ，humanly 就是像个人。但有的人认为说思考模式像个人，叫做人工智慧；有的人呢，有些学者呢认为说你是用很实际的，根据一些实际的规范来进行思考，是人工智慧。好，这是从思考的角度。另外一个角度是从行为的角度，有的人认为说他的行为，他的做事情或移动，或者是搬运东西，或者是说一些行为方面像是个人，这样子就叫做人工智慧。那有的人认为说呢，不见得要真的像个人啊，比如说人现在有所谓的人形机器人，然后比如说我爬楼梯，我就是有两只脚，一脚一阶一阶踩上去。我爬楼梯这件事情，我可以是行为像个人，那我也可以不用是一个人形机器人，我是利用别种方式啊，用一个什么升降什么什么这样子去，或者用爬的方式啊，或者用弹的方式，或者用跳的方式，好，不见得要像人一样的行为，它才叫做人工智慧，它只要够合理就可以了。好，所以众说纷纭，从几十年来的发展当中，好，那所以这里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行为要像个人啊，这是最经典的一个定义，就是 Turing Test 啊，图灵测试。那很多人知道 Alan Turing 其实就是我们计算机科学的祖师爷嘛，啊，当时提出了这个计算的模型 Turing Machine。好，所谓的 Turing Test 可以这么想啊，就是说，假设我们现在在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呢中间隔了一半，有一个布幕看不见另外一边的一个布幕，把它隔开成两边。好，那如果说呢，有一个机器，它通过了图灵测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机器放在布幕的一边，然后布幕的另外一边呢，再问这一边一些问题。如果这边的回答让另外一边无法感觉出他是一个人，Turing Test。 好，那以目前来讲，大家觉得最好像几乎可以通过图灵测试的可能是什么？可能是 ChatGPT 嘛，对不对？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就回答给你，你觉得回答得很好啊，对不对？事实上呢，他不见得通过图灵测试啊。为什么？因为现在如果你作业用 ChatGPT 写，其实我们都看得出来，因为一般你们不会那样子写，你们不会写成那么的完整，或者说你们的用词不会是这样子的用词，其实是看得出来的啊。好，那所以说要通过图灵测试的一个 computer， 它可能就要具备很多能力啊，比如说要有自然语言处理的能力，要有知识表达的能力，自动推论的能力啊，机器学习的能力，要有视觉，要能够行动等等等等的啊。所以这里所列出来的呢，这些全部都是在 computer science 里面的很重要的研究的领域。那有的人认为说是要思考像个人，就是说要跟我们人的思考模式一样，思考的方法一样。好，那这里就牵涉到心理学、认知科学，所以这里有所谓的认知模型。啊，比如说，我们这里就要探究说，我们人是怎么思考的。我们了解完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去设计一个机器，跟人一样来思考。那我们人呢，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思考的方式。我们人会有反思的能力，我们会有一些心理的感受。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呢，透过过去的这个生医的发展，我们也可以去知道说，当大脑受到什么刺激，做什么决定的时候，我们脑内的这些血液或者是电流是怎么变动的。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认知科学的领域。好，所以说有的人认为说，我要先搞清楚人的大脑怎么运作的，然后再去做一个机器跟人的大脑一样。好，这是有一派的学者是这么想。那有一派学者想说，我这个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还不见得一定知道我们人为什么会这么想。好，所以有的人是觉得说，你不见得一定要跟人一样的脑神经的运作模式，你只要有符合一定的逻辑就行了。所以说呢，在1965年呢，到1965年之前啊，基本上，你只要把你的问题表达成逻辑符号的这些问题呢，
都可以借由写程式来解决它。好，那么早之前在1965年之前就已经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了。所以在 AI 的发展过程当中呢，有一个研究分支叫做逻辑符号就逻辑学家、逻辑符号学派那他们认为说呢，你只要能够把事情表达成逻辑符号，我就有一套规则可以去证明，可以去推导，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OK， 那的确在一开始 AI 发展的一开始的确是发展的很好，但很明显的这一个学派呢，会遇到一些障碍、一些困难比如说有一些 informal 的知识是很难表达成逻辑符号的，比如说什么直觉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走到外面去，我看到天空那个样子，我就有一个直觉，可能等一下要下雨。你可能也说不出为什么，或者是说呢，我们讲说，我们人跟人对话，对不对？我们大概就是比如说我跟一个陌生人对话，大概是站这个距离近熟一点我可能站这个距离，但我们不会再贴的再更近了，很奇怪。但是为什么很奇怪呢？你也说不出为什么。这个就是一种你表达没有办法用符号逻辑来表达的。那所以说呢，这个学派到后来比较不能够发展，它面临的很大的一些困难，是因为说很多问题虽然在概念上好像是有一个什么逻辑，但在实际上你很难写成什么逻辑符号这些东西。那有些人呢认为说，我呢是我的行为要够理性，而不是行为像个人acting humanly 在这里行为像个人。那有人认为是说，你只要符合，只要能够为我们想要解决一个问题，那么你就真实的帮我把这个问题解掉就好了。你不见得一定是要像个人的四肢运动的方式来解这个问题。这是所谓的 rational agent， 所以它算是一个最实际的一个解决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就是人类呢，自古以来都有飞上天的梦想，对不对？好，那所以说呢，我们就看说什么东西可以飞上天鸟类可以飞上天，所以我们是不是做一个机器像鸟那样子可以飞上天呢？事实上，事后证明说，我们人要飞上天，我们需要一些，比如说流体力学、空气力学，然后我们所设计出来的飞机也不是像人一样，也不是像鸟一样会在那边拍翅膀就会上去嘛。所以说，真正在这个学派，它的重点是在于说，你能够确切的解决我想要解的问题就行了，这样子就属于人工智慧的范围。或者是说，比如说我要把某一个箱子从1楼搬到2楼，你如果坚持一定要像人一样的行为的话，那你就得要做出一个人形机器人，然后能够箱子搬起来，然后能够一阶一阶的踩着这个台阶一路走到2楼，这当然是一种形式。目前好像快要可以做出来的，但在更早之前是很难嘛。那更早之前，你如果为了要达到把箱子从1楼搬到2楼的目的，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1楼放一个弹簧，把它弹到2楼，也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啊。For example， 所以说在更早之前呢，其实 rational agent 就是理性的这种所谓的代理人这种程式或者这种机器事实上才是更经得起时代的考验。事实上证明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思维模式比较能够解决问题，也解决了蛮多的问题。那所以整个人工智慧的基础发展呢，其实跟很多的学科有关比如说philosophy 哲学这边就探讨到说，我们这个当我们有一堆规则的话，我们要如何引导出最后的结论啊？好，那我们人的这个大脑是如何产生出心智啊？就在回答这种问题。好，然后知识从哪里来啊？然后知识跟动作之间有什么关联啊？这就是属于很哲学性、抽象性的一个思考。它主要是在理解，比如说知识如何表达，知识从哪里来有的人认为可以从这个角度下去探讨，那最后才能够引发出什么叫做智慧，很哲学。那当然跟数学有关，
比如说，在逻辑符号的推导上面，怎么样才是叫做符合逻辑啦？然后呢，很多的这个资料如何运算，当然跟数学有关啊。然后如果有一些资讯是 uncertain 的这种有不确定性的你可能就要引入几率来进行运算。跟经济学也有关因为经济学就是在探讨供给跟需求之间、资源跟消耗之间的一种平衡嘛，对不对？好，所以今天呢我如果在有一定的资源限制之下，我要如何来做一些决策？好，然后我做了这些决策之后呢，那别人会怎么去做决策？我们这中间有什么样的互动关系 ？OK， 好，这个是经济学的范围，这个也都属于跟 AI 有关。好，那当然跟脑神经科学有关呢。所以底下这张图，大家以前上生物都看过嘛？好，就是一个神经元。就透过这些突触，那借由一堆的传导跟神经元的处理，看得到东西，我们听得到讯号听得到这些声音。这当然跟我们要理解人要如何进行行为，如何受到什么刺激，要做什么样的动作会有关系。所以跟脑神经科学也有关，跟心理学也有关啊。比如说人类跟动物它的思考跟它的这个运作的模式有什么不同？跟电脑工程当然有关啊。当然我们要如何建构出有效率的运算的模型，或者是机器来做这些资讯的处理跟控制也有关啊。因为机器人嘛，如果我们要做的是机器人、机器手臂、机器狗、机器船什么，你要做控制有很多控制的理论，跟语言学也有关啊。比如说语言跟我们人的思考之间是怎么连接的。好，所以林林总总这些学科全部都跟 AI 有关。所以到了现在这个时代，不是什么百工百业用 AI 吗？然后很多人都说他在做 AI 的研究吗？他说的也对因为 AI 跟什么都有关，对不对？好，他说的好像也对啦。好，那但是其实大家在修了这个课之后呢，其实我们就希望让大家知道说，怎么样叫做是，真的有 AI 有的时候是，市场的宣传手法好，那所以的确是这样子的 ，AI 跟很多很多的学科有关。好，那整个 AI 的历史呢，我们可以很快的从过去几十年来的 Turing Award 得主的整个研究的分布跟过程来看到。大家知道 Turing Award，Turing 就是我们刚刚讲过 Alan Turing 嘛我们的祖师爷。Turing Award 其实就是 Computer Science 里面的诺贝尔奖的意思嘛。好，那 Turing 呢 ，Alan Turing 大概死于1950左右吗？还是1949之类的？他是自杀死的。你如果看那个电影，你就知道嘛。好，那所以在那之后呢，后来大家知道他建立这个基础运算模型的这个重要性所以说呢，后来就成立一个奖。那最早呢，跟 AI 相关的奖呢，包含了像 Marvin Minsky 跟 John McCarthy，1969年、1971年，他们因为定义了知识的表达跟推论的贡献而得到 Turing Award。OK， 到了1975年呢 ，Alan Newell 跟 Herbert Simon 因为逻辑符号模型来得到 Turing Award。所以你大概可以知道说，一开始从知识的表达，后来变成逻辑符号。1994年 ，Ed Friedman 跟这个 Reddy， 他因为专家系统得到 Turing Award。所以基本上在1980年代有很多叫做所谓的专家系统有蓬勃发展。所以1994年他们得到 Turing Award。然后呢 ，Judy Pro 2011年因为统计的推论方法而得到 Turing Award。所以从专家系统之后，后来慢慢进入到了统计推论。然后呢，2019年 Yoshua Bengio、Jeffrey Hinton 跟 Yann LeCun 这几位可能大家就最近更常听到那他们因为 Deep Learning 的发展呢，得到 Turing Award。那
Yoshua Bengio 呢，应该是在加拿大蒙特罗大学的一个教授。OK， 他可能相对来讲大家比较没有听到他的名字，因为他没有真的那么在业界里面打滚。Jeffrey Hinton 之前是在 Google 他基本上就是这3个里面年纪最大是 Jeffrey Hinton 他之前他最早是应该这么说，他从1980年代就一直在做跟类神经网络相关的研究工作。到了1990年代呢，类神经网络呢就消沉了下来，大家觉得这东西好像没什么用，但是Hinton 呢，他一直觉得是对的，所以就一直默默的在这个领域里面耕耘，没想到他活得够久，被他等到爆发的一天，所以说呢，整个 Deep Learning 的发展呢，爆发就来自于2012年年底的一篇 Jeffrey Hinton 他们的论文，他就一直默默的在改进类神经网络，本来在1990年代、2000年、2000到2010之前。大家最流行的其实是 machine learning 比如说 support vector machine hidden Markov model 这一些那他就一直在他的这个领域认为是对的后来就爆发了那多伦多大学的一个教授带过很多之前也带过爱丁堡大学，后来到多伦多大学。那后来呢，因为 deep learning 的发展，他被延揽到 Google 那大概在几年前，他也应该从 ChatGPT 出来之后，他觉得他做错了事情了因为他的这些 deep learning 的技术的开发，他觉得把人类推向一个可能很危险的境地，他是属于这个学派的。你知道现在 AI 的发展，有一派人会觉得很快会有伤害到人类世界的 AI 出现。Hinton 是属于这一派的，所以说他觉得说，他就从 Google 退下来 ，OK， 那几年前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电影叫做《奥本海默》吗？奥本海默因为他当时在2次大战的时候就是领导团队开发出原子弹嘛，然后最后当然也结束了2战，但是也造成很多人伤亡，所以 Jeffrey Hinton 他就会觉得因为他的这整个技术的开发，造成了这个非常强的 AI 的发展呢，有可能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原子弹这样子就有点像是 AI 界的奥本海默 （Oppenheimer） 的那种感觉。他是这个比较属于悲观学派的然后呢 ，Yann LeCun 呢是本来在纽约大学，然后现在是在 Meta 领导 Meta 的。其中一个应该说领导 Meta 的这个研究团队这样子。那不过大家如果最近有看新闻就知道说，今年这个 Mark Zuckerberg 他其实又另外高薪挖角了很多AI 的厉害的人，成立了另外一个团队那其中有一个原因Yann LeCun 他对于最近几年的这个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发展，他觉得可能不是好的对的发展之类的那他觉得这个不好这样子，所以其实 Meta 那边也有，可是他又是大神又是一个大佬那所以呢 Mark Zuckerberg 也许就是说好吧，那你就大佬你就去做你的事但是我 Meta 这边大家知道 Llama 2 Llama 3 Llama 4然后 Llama 4出来有点被骂嘛，好像不怎么样然后呢他就起心动念，就是要把最厉害的 AI 的人挖来 Meta， 然后成立一个新的什么 Super Intelligent 的团队，那可能就是要走跟 Yann LeCun 不一样的道路。总而言之就是这样。好，那所以很快的讲一下，这都在聊天了很快讲一下这个 AI 的历史其实早在1943年，这个 Warren McCrouch 跟 Walter Pitts 他就提出了所谓的人工神经元的这个数学模型因为我们想说要让运算变得像是一个人，那你最直觉的一个做法就是说，那我们先去看一下我们人是怎么去处理资讯的嘛所以随着呢这个认知科学的发展
好，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人的脑袋里面是有神经元，然后经过这个电流的刺激传导，所以进行运算。所以说呢，他们在很早之前，1943年二次大战之前或期间就已经提出的一个神经元的运算模型，这样。好，那他们就证明了说，可以运算的这些function啊，都可以由一堆神经元串在一起来完成，这样。好，然后呢，到1949年呢 ，Donald Help 他就提出了一个神经元之间的传导，age 就是说你这个神经元跟这个神经元中间有个连结，这个连结上面会有一些 weighting， 啊，你这个从 A 神经元吐出去的资讯要乘上一个权重，再传到 B 神经元，你这个 weighting 啊，事实上是可以随着不同的资讯，你可能是进行不同变动的。你要做不同的事情，你的 weighting 会变动的。所以呢，早在1949年呢，他就已经提出一些简单的 update 的这些 weighting update 的一些原则啊。1950年呢 ，Marvin Minsky 跟 Dean Edelman 呢建构了第一个类神经网络的计算机就实际用电路去把它做出来。然后呢 ，Alan Turing 呢，在大概1947年的课堂上的讲义，有大概提到了所谓的计算的智慧，如何计算的，当时还没有人工智慧的这个名词。到了1955或56年呢，这些人 John McCarthy 他就说服了 Marvin Minsky、Claude Shannon 这个 Rochester 这些人呢，到 Dartmouth 美国 Dartmouth 这个地方来脑力激荡。他们在那边呢待了2个月，就在那边探讨人类的未来探讨计算的未来探讨计算的未来。那底下这些照片就这些人John McCarthy Marvin Minsky 这名字刚刚都有听到嘛，他们后来都得到 Turing Award， 对不对 ？Claude Shannon， 如果在座有人是学压缩的资料压缩通讯的，你一定会听过 Claude Shannon 因为通讯的基础都是从他的理论去进展开来的。好，然后这个 Alan Newell 刚刚有听到嘛，也后来也得到 Turing Award。这些人1955或56年，来这个在这个地方，然后呢，最后就写了一份文件，正式的提出了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个词。好，那我刚刚一直讲1955或56年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最近刚好我网络上有看到说，今年2025年嘛，然后呢，这份文件底下的文字是写1955年的什么8月，然后呢所以你这样算起来，就是现在就是多少年？70年还是80年？70年。好，但是呢，这个文件的标号是写1955年，可是你仔细看，它这篇文章的前面第一个句子，他就说呢 ，We propose that a 2-month 10-man stud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e carried out during the summer of 1956。所以很奇怪一个1955年的文件，怎么它的句子里面会写在1956年还是说它是1955年写的这个文件，然后他们正式做脑力激荡是在1956年，所以他这里只是写一个 proposal 也许是因为这样OK， 好，所以这个词最早出现，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应该是1955年然后呢，真正里面的内涵可能是1956年。他们脑力激荡去引发出来的。好，那所以当时他们就提了几个啦，比如说自动化的计算自动的这个电脑计算然后你的电脑要如何进行 program， 用一个语言进行 program然后类神经网络然后你运算的这个 scale， 你的规模怎么样可以变大？那如何能够自我的进步，自我在计算的能力上进行进步，如何表达抽象化，如何做一些随机性跟这个 creativity 就是有创造力的东西。好，所以这些古圣先贤1955、56就已经想到那么远。事实上，到未来的这后来的这70年，我们也一样都是在探讨这些问题所以呢，1956年开完会之后呢，
他们就各自回到美国各个地方原本工作的单位，回去各自努力啊，有的就回到 Stanford， 有的到 MIT， 有的到 IBM 哪里来，各自回各自的岗位。然后呢，从此就开始开枝散叶啊。所以呢，在一开始呢 ，Newell 跟 Simon 啊，他们就提出所谓的 General Problem Solver 啊，你看这个名词就觉得这个口气很大啊，就是通用的问题解决办法。OK， 好，那他说呢，这个 GPS 啊是第一个程式能够把这个思考像个人的一个这个 approach 呢，把它写成一个程式这样。啊，那1976年呢，这个 Newell 跟 Simon 呢，因为这个逻辑符号的一些相关的贡献，后来得到 Pure Award 嘛，哈，所以这两位呢，他主要就是提出，我可以利用逻辑符号来表达资讯、做推导等等的。好，那在 IBM 呢 ，Rochester 跟他的这个 colleague 啊，想办法去写最早的一些 AI 的一些程式，好，包含了像1959年有所谓的 Geometric Theorem Prover 啊，你看这个语气都很大，就是说跟几何有关的一些理论的证明。OK， 好，那真的用电脑的运算去把它证明出来啊。那1952年呢 ，Samuel 呢写了这个西洋棋的程式。OK， 那当时的棋力呢，以及可以跟一个还蛮强的一个业余等级的选手相当好，所以大家注意啊，在 AI 的发展过程当中，很多时候第一个引发点都是棋类的游戏啊，因为棋类的游戏有一点像是综合抽象化也好，或者说摘要了一些人类的智慧在里面啊。好，我之前听过阳明交大的吴一成老师，因为他是国内著名的棋类相关的研究者，他提到说啊，棋类游戏就如同是人工智慧里面的果蝇。大家知道，在生物学你要做一些测试，要看基因怎么弄，你是用果蝇做实验嘛，对不对？棋类游戏就相当于是人工智慧里面的果蝇的那种感觉，所以很早很多相关的演算法或者想法都会从这个棋类的发展开始啊。然后呢，1958年呢 ，John McCarthy 呢开发出第一个高阶的程式语言，叫做 Lisp 啊，那用来撰写 AI 程式的。那从此之后呢，往后引领风潮30年啊，只要你是做 AI 研究的，可能都会写 Lisp 啊。然后呢 ，Marvin Minsky 呢，他指导了一堆的学生呢，去解决一些比较在受限环境之下的一些问题，他称呼叫做 Micro World 啊。那这个 Micro World 呢，可能是比如说像这个啊，在这个积木的这个环境里面呢，我可能是要去把某一个长条形的积木拿起来，从盒子里面拿出来放到外面。那这件事情要如何表达？好，谁在前，谁在后？什么在里面？什么叫做在外面？啊，这些东西，这是所谓的这个 micro role 啊。那同一时间呢，在1952到69年这一段期间呢，这个 McCrouch 跟 Pitts 呢，他的一些关于这个类神经网络的一些相关的研究呢，也开始越来越开枝散叶出去。好，我们刚刚有说到说，他们早在1943年就定义了第一个这个人工神经元的数学模型啊。好了，那所以说呢，各地开枝散叶，大家都做得很嗨，对不对？好，1956年开完会之后，大家回到美国东岸西岸，大家做得很嗨，然后都做得好像很厉害，对不对 ？General Problem Solver 啊，都做得很强啊，只要能够表达成逻辑符号的，我都可以解。好，那后来呢？到了1966到1973年这一段期间啊，所以当时在此之前啊，我们可以说是 AI 的研究的第一波浪潮起来，哇，好多人都在做，而且好像做得很好。后来到1966到1973呢，跌了一跤啊，为什么呢？在当年啊，发生了你知道美苏冷战嘛，对不对？然后苏联打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去 ，Sputnik， 对不对？打上去之后呢，然后两边美苏两方在那边做科技的对抗竞逐，那当然也有很多间谍去偷对方的文件啊，好，所以比如说呢，这个美国这边可能有偷到俄国一些相关的文件很多嘛，都用俄文写的，
然后就说，哎，俄文写的，那我要看怎么办？要翻成英文嘛？啊，来，你们不是 AI 的研究者很厉害吗？你就把它翻成英文这样子，不是 General Problem Solver 吗？那你就 solve 一下嘛，对不对？你就把俄文翻成英文，结果不翻还好，一翻不得了，翻不出来啊。因为翻译呢，并不是说我看到一个俄文，我去查一下字典，把它翻成英文就结束了，不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翻起来是不能看的。好，所以这里就有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本来呢，这个应该翻译成 "The spirit is willing, but the flesh is weak"， 啊，意思就是什么心有余而力不足。结果呢，这样翻一翻之后变成什么伏特加很棒，但是肉是臭的，还是就乱七八糟这样子。好，那所以呢，本来啊，这个美国国防部可能给很多的经费做这些研究，然后后来就发现说，哎，怎么感觉比有受过训练的翻译的人做的还差那么多呢？好，所以就纷纷资金抽离啊，所以呢，这就有点进入了 AI 的第一个寒冬。好，那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在早期 AI 的发展呢，它都是先从理论上 ，OK， 只要你理论上你可以表达成逻辑符号，理论上你可以符合一些什么什么东西，或者说在一个受限的环境之下，你只要有哪些规则，我就解得出来，对吗？理论上嘛，但实际上叫你解一个这个问题，就解不好。好，所以后来呢，就进入了 AI 的第一个寒冬，大家就有点心灰意冷啊，这纷纷找寻出路。好，后来怎么找出路呢？到了大约1970年到1980年代中期呢，大家有点认清楚，就是说我们话呢不要讲那么满，不要讲说我什么都可以解啊，我们实际一点，我们就解一些比较特定的问题。OK， 好，所以说呢，他讲到了这个时代啊，大家改个方向啊，我可不可以这样？我是去想办法，比如说我针对某一个特定的问题，我就找一堆专家来，我想办法把这些专家的知识呢转化成可以运算的规则。OK， 所以呢，当时比较实际的做法是说啊，我今天比如说像这个例子，它是要 infer molecular structure from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a mass spectrometer。啊，我从这应该跟生物有关，我要找到一些分子，我要去推断一些分子结构。我从一些光谱的一些什么相关的资料里面去推断分子结构，那怎么做呢？我就先邀请一堆专家来，然后请他看，然后呢，请他写下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判断，收集很多专家的知识，然后想办法把它 coding 成原则规则，然后呢，我就至少可以做出一个系统，将未来呢，当我看到一笔新的资料，我只要 follow类似这样的规则，我就可以做出一些判断，这样比较实际了吧？而且呢，这个专家系统也就只能够做这件事，它能够去推断分子结构，但是它不能够量血压，比如说它不能够侦测你有没有糖尿病，这是两回事，这样子。好，这是专家系统啊。大家找到这个好像还不错哦，可以 work 哦。好，所以呢，这个又有其他人开始做啦，比如说 Stanford 一些学者开发了 MindSync。它来诊断呢这个血液感染的状况然后呢大概有450条规则，那它能够做出来的效果呢，可能比一些之前的这个医师做的还更好，因为它汇集了很多资深的专家的知识嘛，然后写在code里面这样子。这件事情很像是什么呢？很像是如果大家有学写程式，对不对？你大部分一开始你大概都这么做嘛，反正你就自己凭感觉或凭经验，然后你就写一些规则把它写进去这样子。好，那所以说呢，在这个做法里面呢，领域知识以及专家的知识的重要性当然就很不言可喻。好，大家找到这个点好像不错哦，然后就这个系统也做，那个系统也做，就开始一个一个做，而且好像真的有用，它真的有一定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呢，在这个1980年代the AI industry boomed from a few $1 million to billions in 1988。
好，在1980年呢，这个大家发现有用之后呢，开始你知道就开始投钱进去，就会有资金投入，然后就开始有公司就是投入到新创公司，然后就开始蓬勃发展，对不对？有没有既视感啊？好像跟今天差不多，对不对？好，这件事情1980年代就出现过了。好，当时就有很多的投资，然后就弄专家系统，然后就弄这样子。好，结果没想到呢，等钱烧的差不多了呢，发现其实它回报没有那么多。好，所以很快的到1980年代末期呢，这个 AI 就又进入了第二个寒冬。它这个热火朝天没多久，没几年，没有到10年，后来就又冷下来了，又冷下来。所以刚刚讲过，这已经是第2次冷了哦，已经热了2次，又冷了2次了哦。这已经是1980，大家都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AI 就已经热了2次，又冷了2次了。OK， 好，所以现在是不是觉得很热？好，教室里面很热 ，AI 也很热。好，那所以一直有人在想说，这个泡沫什么时候会爆？会不会爆？好，就历史的角度来讲，历史的经验来讲，它应该会爆。什么时候爆，以及它爆的时候会怎么样？形式可能不一样，或怎么样？好，但至少目前为止，这一波 AI 是从2012到现在2025的嘛，10几年了还没有爆。好，目前看起来好像还好，大家都在建那个有没有所谓的 AI 的运算中心？对，越建越大。啊 ，Mark Zuckerberg 说他建出来的这个最大的资料中心跟这个曼哈顿岛一样大。好，所以目前好像还没有爆，但是的确很热。好，好来，那1980年的末期呢，这个爆了之后呢，大家又开始冷了起来。AI 进入第2个寒冬。那自此之后呢，其实大家就有点就是没有吹那么大了啦。那相关的研究经验就继续往下延续下去，然后开始慢慢的延伸出各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好，那比如说1980年代中期呢，至少有4个不同的团队重新发明了 backpropagation 的这个演算法。这个演算法其实早在1969年 Bryson and Hall 就有提出最早的一个版本，但是当时的资讯可能没那么流通，彼此不知道。1980年代中期是又有4个不同的团队独立又再提出来。那其中 Jeffrey Hinton 也是其中一个要角。然后呢，认为类神经网络才是 AI 的未来的这一些人呢，是所谓的连结学派。连结学派他认为说，我就是要想办法用复杂的这些很多的神经元串接在一起做复杂的运算，才能够处理复杂的知识。OK， 这是连结学派的逻辑，它的概念是这样。那刚刚前面讲过说，符号逻辑学派在早期获得很大的成功，因为他们就说了嘛，你只要能够把知识表达成逻辑符号的推演，我就能够解决。也对，但是它实际在真正的应用上没有到那么的好。好，那1980年代之后呢，开始慢慢的有几率的导入。好，所以大家如果有看过一些相关的书籍，比如说你如果看过李开复博士的这个 AI 的相关的书，他有讲过嘛，当时其实1980年代比较热门的一些研究题目包含类神经网络以及几率的推论。所以1980年当时慢慢的开始有人想要做人脸辨识，想要做语音辨识。好，其中做的最好的就是 CMU 卡耐基梅隆大学以及像 IBM。好，比如说他们要做语音辨识，那他们就是引入了几率的模型来进行语音辨识。好，所以像李开复博士他们就是当时1980年代在念博士的时候就在做这个。好，然后呢，慢慢的呢，1980年代末期出现了 Hidden Markov Model。这个就是一个几率模型。可以把我们人的声音的特征有一个时间的先后顺序去推导出我可能是在讲什么话。
好，所以最早 speech recognition 做的最好的就是 CMU 跟 IBM。不过在当年啊，之所以所谓的最好，大概100个字，也就是辨识个20个字吧，辨识出20个字左右。好，那除了 Hidden Markov Model 之外呢，1988年呢 ，Judy Pro 它就是开发了贝氏网络 Bayesian Network 基本上就是当我在面对 condition on 不同的资讯的情况之下，我去推导出哪一个结果的几率个别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刚刚前面也提过，后来 Judy Pro 到2011年左右也拿到 Turing Award 嘛。好，然后1988年 Rich Sutton 提出 reinforcement learning， 这个最近我也看到他的消息啊，他也是在这个 reinforcement learning 之父嘛。好，那所以呢，到了1990年代就比较没有什么，大家不太讲说自己是在做什么 AI 的研究因为这有点太空泛了。他可能是说我在做语音辨识的研究，我在做资料压缩的研究，我在做这个影像分类的一个研究等等等等的，就不太说自己是在做 AI 的研究这样子因为已经开枝散叶到好多不同领域了。后来到了2000年1995年之后网际网路2000年初期，因为网际网路的这个进展呢，就网络上出现大量的资料。好，大概在2007到2010之间呢，李飞飞教授这个大家知道 Stanford 的李飞飞教授呢，他是专门做影像分析的嘛，那当时会觉得说呢，很多时候没有这个大量的资料，没有办法做到好的学习虽然说 machine learning 已经做很久了，但所以他就花了很多的力气去收集了几百万张的影像以及它对应的类别，就是所谓的 ImageNet 的这个 dataset。那大概在2000年的后半段开始进行相关的比赛。那2011年，在1990年代稍微有在讲AI 系统的，大概就是像 IBM 的 Deep Blue 深蓝系统，当时是下西洋棋的，当时的确有办法下到赢过当时的世界棋王。我们刚刚有显示，我课本没带，我们有显示我们课本的封面嘛？我们课本封面就是一个西洋棋的盘面那上面有一个人就是西洋棋棋王1990年代有 Deep Blue，IBM 做的。2011年也是一样 ，IBM 的 Watson 的系统呢，他去参加美国的益智节目，这个所以它背后连的很大的资料库，快速的网路，然后你知道 IBM 就是做语音辨识起家的嘛，所以说主持人问一个问题，他马上辨识出来，马上到他后端大量的资料库去搜寻，然后回答问题，有打败最强的人类的参赛者有这样的一个进展。2011年之后，我们刚刚说过了，在这一波所谓的你可以说第3波或第4波 AI 的热潮呢，出发于2012年的一个年底的一篇 paper。那它主要就是利用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卷积类神经网络来进行影像的辨识。那辨识的效果呢，远比这辨识效果，他们就辨识 ImageNet 的这个竞赛里面有1000类的影像来进行辨识。那这个我们刚刚说这个比赛大概从2007、2008就开始举办了嘛，每年都吸引了全世界最厉害的那些大学的学者下去，开始就是在做影像的辨识。那每年的这个准确度或者说它的这个错误率就是降低个1-2%。结果呢 ，Jeffrey Hinton 他用了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搭配GPU 的一个运算，他去进行这个 CNN 的一个训练之后，2012年他做出来的这个辨识的错误率比前一年最厉害的还低了快10% 左右，大家吓一跳。我们过去2011、2010、2009每年就是进展个1-2%、2-3%，怎么会有一个研究工作是2012年突然之间降了快10% 呢？然后呢，我去看相关的这个故事
大家都吓一跳，一去看你有什么方法，那是什么黑科技？一看类神经网络，想说这是什么鬼啊？类神经网络不是已经在1980年代被打入冷宫，没什么人在做的吗？没想到它效果这么的好，所以说从这篇 paper 开始，就有很快的就很多人注意到说类神经网络又回来了。那以前，那你说1980年代就已经有类神经网络，为什么到2012年才爆发起来？在往年难道人家就没有想到说用类神经网络吗？当然有。好，那现在的类神经网络，我们称呼它叫做 deep learning。deep learning 主要原因是因为 deep 这个字嘛，很深的网络，代表说它的类神经网络叠了很深很多层。好，那叠很多层，难道1980年代的人不会想到要叠很多层吗？当然也有，他也叠过，但是他训练不出来，训练的不好。原因就在于说，在1980年代运算的能力不够强，资料不够多。但是到2010之后，我们刚刚前面这梗已经铺很久了，因为 Triple W 的关系，网际网络的关系，有大量的资料，有 ImageNet 有大量的资料收集起来了。第一个有大量的资料，第二个呢有 GPU。当时黄仁勋都还不知道他的 GPU 可以这样子用，然后他们就用了。有 GPU 的运算能力，大量的运算能力。那当然第三个还要搭配 Jeffrey Hinton 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些演算法，整个三个合起来，时机到了，然后就整个就爆发这样子。所以后来呢，2012年之后就很多人在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工作，到了大概而且发展极为迅速，大概2015年，一般普罗大众有一点感觉到 AI 又来了，是从 AlphaGo， 对不对？下围棋，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说过了嘛，棋类游戏是人工智慧的果蝇，对不对？这是吴义成老师说的，不是我说，我引用他，我 quote 他。好，那的确是嘛。你看，你要让一般的人了解说现在的发展，他最能够懂的就是下棋。在1990年代 ，IBM 的深蓝已经打败人类的西洋棋的棋王，但是围棋还不行，围棋更复杂，它的可能性更多。到了2015年 ，DeepMind 的 AlphaGo 打赢了人类的棋王。这一下子开始媒体开始报道铺天盖地，人家说这个 AI 来咯。那当然那个黄仁勋也是非常聪明的他很快的就知道。我在大约2015-16年左右听他演讲，他当时就讲说，我们不是一家什么硬体的公司，我们是一家 AI 的公司。他老早就已经看到了，当时什么都还没有 ChatGPT， 这些都还没有，他当时就已经选定这个方向。所以现在当然是大发利市。好，那整个 AI 的发展跟故事，后来呢，到 AlphaGo 之后，2016年，当时的科技部长陈良基部长呢，也在大力的推人工智慧的相关的研究所以当年可以说是我们台湾的人工智慧元年2016年。那主要他从政府政策的这个辅导，然后给很多计划给经费，然后开始来推2016这样子一路过来这样。好，如果大家想要看故事书的话呢，我们可以推荐大家看一些这个故事，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刚刚我讲的一些小故事比如说左边这个第一本书叫 AI 制造商没说的秘密 ，OK， 里面写的内容呢跟这个 title 一点关系都没有，图文不符，它其实里面就在讲 AI 的发展的一个故事啦。它第一章一开始就在讲说 Jeffrey Hinton 在美国太浩湖的一间饭店里面焦急的踱步，因为呢他开了一家公司，正在等几家公司出价要来买这家公司，因为他已经做出 Deep Learning 的很重要的核心技术了那他想说他如何卖的一个，应该是说有人就建议他说，你就开一个公司，然后呢让这几个大头公司呢来买你的公司，你那个 benefit 会更高。所以当时就在等出价，有 Google、Microsoft 什么百度什么 DeepMind 还是什么东西几家公司在竞标，从这个开始写，然后后来就一路回推，
整个这个 AI 的发展，蛮好看的，就是一个故事书啊。那如果你想要用一本书认识 AI，就这一本啊，这好像前2个是在讲左边这本书，右边这个呢是李飞飞的世界之旅，好，这是一本更新的书，好，这是李飞飞教授，我们刚刚讲他收集的这个 ImageNet 这个 dataset 的这位教授啊，促进了蛮大幅度的促进了这整个 AI 的发展 ，OK， 那但是他也提出了很多的反思，好，所以 Jeffrey Hinton 也帮他写了一些推荐序啊，他说他紧急而清楚描述了人工智能的巨大潜力和危险，啊，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参阅。好，那所以说呢，这边的 State of the Art 已经不是 State of the Art 了，因为这个是我们课本里面所写的，这已经是2020年以前的。现在我们这里我就不念了，请大家自己参阅。现在老早就已经远远超过这里的一个进展。好，这个我就不再说了。好，那当然了，最后其实有一项蛮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说 AI 的发展虽然很快，带来很多的进展，但是它也带来很多很多的风险。好，所以其实我们这本书的最后几个 chapter 其实在讲 risk 跟 benefit of AI。好，那比如说它有一些风险，我们现在都已经看到了，比如说致命的自动化武器，然后呢，这个监视系统对于人权的一些危害，好，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些 bias 的 decision making， 可能因为训练的误差、资料的误差，造成一些错误的一个结果，比如说之前把一个黑人的女性辨识成黑猩猩之类的，这种都是一些一些议题，好，那现在也的确有相关的研究正在进行，好，那对于失业率的一个发展一个影响是怎么样？好，然后还有一些 cybersecurity 的一些问题、一些议题在里面，所以这个事实上也很重要。我们目前包含政府的 AI 计划，还有我们台咖的这个学程联盟的课程，都蛮注重 AI 伦理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我们刚刚前一段我们所列出来的4个学分学程里面，每一个学分学程都有好像人工智慧伦理这门课因为需要大家在学 AI 用 AI 的同时呢，也能够保持着这些伦理的一个思考跟规范。好，以上这个就是第一章聊聊天的，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 Slido 上面有没有什么问题。以为上课是整个教室播放直播，所以前面没听到，可以重复解释一次，或有 PPT 可以提供吗？有啊 ，PPT 都会有。好，你 NTU Core 上面都可以下载得到。那事实上，影片你在事后也都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嘛。好，直播可以留下影片，这是会的。好，还有没有问题？好，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继续留在 Slido 上面。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再休息10分钟，再回来。好。
好，那我们回来咯，我们剩下最后半个小时。好，那首先回应一下刚刚这个 slide 上面的这个问题，其实讲过很多次了。我一开始上课就说了，目前如果还没有收到 NTU Core 账号的同学，你可以先到我们的个人的课程网页，你去找成大资工朱威达，你就会找到这个网页。然后呢，这里就会有 PDF 可以下载，啊，就是这样，啊。好，那我们回来上课。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讲第二章。第二章呢，也是一个通论啊，它在讲的是智慧代理人 （intelligent agents）。好，那什么叫做 agent 呢？其实 agent 是一个很广泛通用的一个字。好，agent 是 anything that can be viewed as perceived its environment through sensors and acting upon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actuators。也就是说，任何东西只要它能够感知环境的属性或变动，透过一个 sensor， 透过一个什么感应器来得知环境的变动，然后呢，它能够根据这个 sensor 的，它能够根据感知的结果来做一些动作啊，这样子的东西就叫做一个 agent。好，那而且这是很广泛的定义哦，所以你不要问我说这个 sensor 是什么 sensor， 是视觉的 sensor 还是听觉的？没有，都不是，应该说都可以是，都可以是。然后呢，这个环境是什么环境，也都可以是。所以只要是有一个东西，它能够接受一个外部的刺激，然后做出一个对应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也不见得一定是什么往左弯、往右弯、往上爬、往下爬，没有，可能是输出一个数字，可能是怎么样，这样子的东西都叫做是一个 agent。所以这个 agent 呢，可以是一支程式，可以是一个 function， 可以是一个机器人，好，所以它是一个广泛的一个名词，这种东西叫做 agent。好，那底下这是一个示意图啦。这个 agent 呢，可以透过 sensor 来感知到环境的属性跟变化，然后呢，得到了结果之后呢，透过一个某种机制来决定它要做什么动作，透过这个 actuator 来做出一个动作。啊，这个动作可能只是回传一个资讯，吐出一个讯号，可能是急刹车，可能是往右走，可能是往左看，都有可能啊。那 perceive 这个词啊，其实指的是代表说它能够接收 input 的意思啦。好，然后呢，我在感受到环境的属性之后，我要做一个决策，就是说我要做什么动作嘛。这中间呢，你 input 是感测到的属性 ，output 是一个动作，这中间要透过一个 agent function 啊，基本上就是你这个 agent 本身到底要怎么做事，就是由这个 agent function 来定义的啊。那在未来的内容里面呢，我们可能常常会举这个很简单的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是这样，就是说，在这个所谓的吸尘器的这个世界里面啊，这个吸尘器世界很简单的例子，未来会一直常出现。它只有2块地砖 A 跟 B， 那这2块地砖呢，有可能是脏的，或者是可能是干净的，这样。那我这个吸尘器呢，它会做3种动作：往右走，或者是往左走，以及吸尘，它就做这3种动作啊。那所以说呢，今天针对这个简单的例子，这个吸尘器呢，可以选择往左走、往右走，或者是吸尘，或者是什么都不做，这样子啊。那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agent function 可以怎么定义呢？那就是我就写一个规则嘛。如果现在我所在的这一块地砖是脏的，那我就吸尘，不然呢，我就走到另外一块地砖去。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agent function。好，
那你也可以说，哎，我就制定一个table 哦，那每次呢，我感受到一个什么属性，我就按照这个，我去查我这个表格啊，看看说呢，哎，我现在感受到的属性，那我应该对应的动作是什么？啊，所以比如说，我假设我原本是在 A 这个位置这一块地砖，而它是干净的，那我的动作就是我往右走。如果 A 这个地砖是脏的，那我就是吸尘。如果我在 B 这个地砖干净，我就往左走；如果 B 这一块地砖是脏的，我就吸尘。就这么简单，你可以定义一个这样的 table 来描述这个 agent function。那可以再稍微更复杂一点啊。假设现在呢，我多考虑了时间的因素，啊，就是你不是只有一个时间点，然后呢，这个世界，这个机器，吸尘器的世界是会变动的。比如说过了5秒钟之后呢，右边这一块地砖有灰尘掉落下来了，好，或者是说，怎么样？就是我要考虑到时间，好，那假设这里呢，我有几个，第一个时间点，我可能在 A 这边干净的，好，然后呢，我又感受到 A 这个第二个时间点，我就什么事都不做，好。那我如果在 A 这个地砖也是干净的，我连续2个时间点都这样，那我才往右走，好，或者说我第一个时间点是干净的，第2个时间点变成脏的了，那我就吸尘，好，那你也可以一路的，你如果要考虑到很多个时间点，连续一串的这些condition 的话，那你可以继续的把这个表格继续写下去，这样子。那所以到底我如果要建构一个 agent function， 我怎么去写这个表格呢？显然，如果你的表格是这样定，感觉就比较傻一点，因为你这个表格永远写不完啊，因为你如果要考虑到很长的时间的话，那你不可能把所有可能的变化都写成一个很 compact， 一个很扎实、很简短的一个表格来完成这些事情。所以到底你这个 agent 聪不聪明，就看你的 agent function 怎么去定义，这样。好，那我们刚刚前面就已经有提过你可以从好几种不同的角度来去开发或者来去分类所谓的人工智慧。那一直以来最能够受到实际用途的，最能够经过时间检验的，是所谓的 rational agent， 也就是说你是 agent rationally， 就是说你是能够以实际解决问题的那样子的 agent， 通常是在实际应用里面最具使用价值的。好，所以说呢，一个 rational agent 呢，一个理性的 agent 呢，是什么样的 agent 呢？ That does the right thing， 他只做对的事情的那种 agent 叫做理性的 agent。 好，那什么叫做对的事情？对的事情又有很多不同的定义，比如说the agent's action caused the environment to go through a sequence of states。 你因为你做了一连串的动作，就会导致于你的环境的状态可能有一些改变。好 ，If the sequence is desirable, then the agent has performed well。 如果你做的这一连串的动作是你想要，你能够达成你想要的目的的话，那它就是叫做对的动作。好，那讲半天，那到底什么叫做我想要的呢？那你就要去定义你的 performance， 你如何去衡量你这个 agent 做得好不好？好，所以比如说我最终目的是随时我2块地砖都保持干净，这就是你只要任何方法，你只要能够随时保持2块地砖干净，那这个就是我的目的。这可能是其中一种定义法，一种 performance 的定义法。那另外一种 performance 定义法可能是说，我要用移动最少次这可能也是一种做法。好，那就看什么叫做 right thing， 那就是看你的 performance 怎么去定义。好 ，OK， 所以呢，这里只是告诉你一个大原则了哈。当你要去定义说你如何去衡量它的效能的时候呢，是要根据环境最后有没有达到你想要的那个结果，离你要的那个结果有多近或多远来定义你的 performance， 而不是根据
你这个 agent 怎么移动来去定义它的 performance。OK， 是要看最后的结果，而不是看中间的过程，这样啊。好，那所以一个 rational agent 呢，就是说，对于每一个可能的，我可能可以感受到的环境的变化呢 ，rational agent should select an action that is expected to maximize its performance measure， 就是能够每次在做决策的时候，都能够最大化它可能的能够带来的效益的那样子的 agent， 叫做理性的 agent， 叫做理性的 agent。好，所以比如说呢，在这个吸尘器的世界里面，它是不是一个理性的 agent 呢？那要看你的 performance 是怎么定的。假设你的 performance 可以定义成你吸的灰尘的量，吸的越多，代表你 performance 越好，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是说，我保持2块地砖都一直是干净的，也是另外一种。好，那有时候也许他们最后得到的你的 performance measure 如果定义成这2种，搞不好它对应的 agent function 是同一个，也说不定。但也有可能不一样啊。好，那所谓的理性啊，其实重点就在于要最大化 performance 的意思。好，所以我这里再举一个我们这个课程的例子。我刚刚不是讲说去年上课上到最后，已经整个课堂上已经没几个人了吗？后来呢，那个有一个同学就跟我讲说因为老师，因为呢我们学生呢倾向于用最少的付出来获得最大的回报，讲的超有道理的，对不对？你就不用付出，你不要出门，你躺在床上看直播甚至事后再看，对不对？ 1.5 倍速快转，反正我考试可以过就好了嘛，对不对？我用最少的力气获得最大的效能的确是 rational agent 够厉害的，的确就是这样子所以 rationality 指的就是你要最大化你预期的 performance。OK， 那但是这是你预期的 performance rationality 指的是你最大化你预期的 performance， 而所谓的完美呢是最大化你实际的 performance。这里又有一个小小的差别，一个叫做预期的 performance 跟你真正的 performance 那这会有这样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 agent 的这个环境里面呢，它不见得永远能够100%准确的感受到这个环境的属性。OK， 就大家打过电动嘛，对不对？打 LOL 的时候，你一开始的时候，你是在某一个地方，你地图只能够看到一定的范围嘛，对不对？所以说呢，当你要攻的时候，你要决定你要走右路、中路还是上路，是这样讲吗？右路、中路、上路，你怎么知道走哪一条？你不知道，因为你看不到那边，搞不好人家是从右路过来，那你可能从左路溜上去 ，whatever， 你不知道嘛。所以说，你能够 perceive 能够感受到的，只有你看得到的这个范围。所以你只能够在这样子有限的资讯之下，来去 maximize 你可能最大的效益。你就猜，我目前看起来看那个样子，我感觉，我推测，我估算，我可能走中路会最好，这样子。好，那就不是所谓的 omniscience。所谓的 omniscience 是指说你已经全盘知道整个环境的所有的资讯，就是作弊开地图的意思啦。你一开始就开地图，你完全知道对方已经在怎么走，你就可以根据这个条件做出最好的回应。你的确能够 maximize 的就是 actual performance。但你如果不是 omniscience， 不是全知全能的话，那你就只能够根据你局限的 perceive 到的资讯来去 maximize 你的 expect performance。所以讲的非常 high level 对不对？我们这个课本一开始都先讲的非常 high level。那所以说呢 ，our definition require a rational agent not only to gather information but also learn as much as possible from what it perceives。所以呢，一般来讲，
我们希望能够开发出来的 agent， 还不是只有说，我这个根据目前看到的，然后我去查表，然后呢就根据固定的规则就一定怎么做。我还希望我一边在走的时候，一边收集更多新的资讯，然后呢能够动态的来调整我的这个 agent function， 我的策略。好，那一个好的 restaurant agent 呢，有可能也必须要 autonomous， 要自动化，好，它能够自动的从过去的历程当中学到很多新的资讯来调整啊。那所以说，比如说你刚刚的这个吸尘器啊，有没有可能去收集到资料之后，能够预测说，根据刚刚的 pattern， 我的这个脏污啊，都是左边会脏2次，然后右边脏1次啊，有没有可能有这种 pattern？ 它可不可以自动学到？好，所以说我清完左边1次之后，我还再等一下，因为我预计等一下左边马上又会脏，清完2次的左边，我再去清右边，那说不定是这样啊。所以它最好呢是要有一些学习的机制在里面，这样。好，讲得非常非常的 high level，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当你要定义一个 agent 的时候，其实你是连同它的整个 environment 都要定义好。那整个 task environment 呢，包含的有 PEAS 4个东西 ：performance、environment、actuators 跟 sensors。举例，比如说你今天 taxi driver 计程车司机其实就是一个 agent， 好，那它的这个环境，我们先讲环境，它的环境是什么？计程车司机驾驶的计程车，它的环境就是一般的道路环境，有各种不同的交通情况啊，交通号志、行人，旁边骑脚踏车等等等等，还有呢，坐在我后座的乘客，这些都属于 environment 的一部分。好，那我的行动呢 ？taxi driver 的行动是什么？就是方向盘嘛，加速、刹车、打方向灯这些。好，它的 sensor 是什么？它的 sensor 就是它可能有什么后置镜头、前置镜头，它自己有眼睛、有耳朵，然后有 GPS 这些，这就是它的 sensor。OK， 那我们如何来评估一个 taxi driver 开得好不好呢？那你就可以去定义你的 performance measure。好的司机，或者是说我task environment 的时候，你要 PEAS 全部都要定义，这样。好，那这里就有很多额外的其他的例子啊，比如说再看一个叫做什么啊，比如说英文老师啊，也是一个 agent， 他的环境呢，就是他面临的学生跟教师的环境。然后这看起来是线上英文老师是不是？所以它的 sensor 只有 keyboard entry， 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好，这例子举得不好。总而言之，就是你可以自己去看了哈。好，大概是这意思。好，那所以说在 task environment 呢，它有几个属性啊哈。一个是说 fully observable 还是 partially observable。好 ，fully observable 就是刚刚所说的，它是 omniscience， 就是开地图，整个环境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100%准确能够感知得到。好，这是 fully observable 啊 ，partially 就不非也，不是这个意思嘛。好，就是只能看到一部分。然后再来是说呢，你这环境里面呢，你是只有一个 agent， 还是你会有 multi agent？ 好，那比如说你如果有 multi agent 的话，你 agent B 的行为可能就会跟 agent A 的行为会有点互相影响，也会造成 performance 估计的时候有一些差别。好，那比如说下棋，好，下棋就是一个 multi agent。比如说你今天在跟一个电脑的围棋程式下棋，这就是一个 multi agent， 因为你本身也是一个 agent， 他也是个，他下某一个地方，你在下某一个地方，他必须得要根据你的行为的结果去决定他的行为。好，这是一个 multi agent。然后呢，你的行为是 deterministic 还是 stochastic？ 所谓的 deterministic 是指说
你的环境的下一个状态一定取决于你做哪一个动作，一定就是怎么样。比如说，在刚刚的这个吸尘器的环境里面，你叫它往右走，它一定就往右走。它的下一个状态一定是说，我的吸尘器就跑到右边那一个。我叫它往左走，它就一定往左走；我叫它吸尘，它就一定吸尘。这叫 deterministic。好，相对来讲，另外一种叫做 stochastic。stochastic 指的是说，我叫它做一个行为，我其实很难100%确定它接下来的状态一定是什么样。比如说，刚刚的 taxi driver 就是属于 stochastic， 因为你现在开在路上嘛，路上前面可能有左右2个车道各有1台车，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摩托车跟着。然后假设今天我这个 taxi driver 我决定往左走的话，我如何确保说我往左走转到左边这个车道之后，我本来在左前方的那个车也一样一定会在那边呢？他搞不好换他右转啊，跑到你原本中间这个车道前面啊。所以这是 stochastic， 它不是一定如何的。好，那所以说呢，相较之下，比如说下棋一定是 deterministic， 你下这个黑子下在哪一个点就是哪个点，它下一个状态一定就是会有一个黑子出现在那个位置嘛。可是呢，你如果是开计程车就不一定哦，它可能是一个动态的，有点混乱、不确定的一个状况。然后再来呢是 episodic 还是 sequential 啊 ？episodic 是指情节不连贯的啊，就是下一个时间的结果不见得一定跟上一个时间能够完全的连结，这跟刚刚有点像，跟刚刚有点像。下棋跟开车其实都是连续连结的。那有一些情况是它中间有一些随机性，它中间可能是不连结的状态是不连结的、不连贯的。好，然后再来呢 ，steady 跟 dynamic。如果这个环境呢 can change while the agent is deliberating， then we say the environment is dynamic for that agent。就是说，在你收到一个环境的属性之后，你要在思考做动作的这个当下、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环境还会不会变？如果不会变，就是 static； 如果会变，就是 dynamic。所以，比如说下棋，你正在想下一步要怎么下的时候，盘面会不会变？不会变，所以是 static。开车，你现在在想说，我怎么要下交流道了？我是要打方向灯呢，还是我要先加速呢？所以你在想的当下，旁边的车一直在动，所以是 dynamic 啊。然后再来就是说，你的状态是 discrete 还是 continuous？ 显然下棋就是 discrete 嘛，开车是 continuous 嘛，啊。然后再来呢 ，known 还是 unknown？ 这里指的是说，你这个 agent 本身知不知道一些整个环境背后的比如说物理逻辑，知不知道一些物理逻辑？比如说像现在常常在讲说，现在不是比如说生成影片，生成影片是现在很热门的一个应用嘛，但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生成出来的影片你看起来就怪怪的，因为不符合物理逻辑比如说是为什么生成一个人的动作，为什么手可以凹成一个很奇怪的动作啦，或者是说一个水滴为什么可以从下面弄回上面什么之类，很奇怪的物理现象这样子这原因就在于说，目前的影像生成的模型可能还没有办法那么好的掌握住这些物理的原则。好，那所以这边就举一些例子啦在做哪些 task environment 是 observable， 然后是 deterministic 还是 episodic 什么之类的OK， 这个请大家自己参阅好，那所以呢，我想今天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啦我们大概先讲到这个 PES 这边为止那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第1章跟第2章基本上都是聊聊天的啦都讲得非常非常的 high level 非常 high level。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再说一次 task environment 吗？YouTube 刚刚全部断麦。
其实如果说真的都断麦的话，其实你事后看影片应该还是可以看得到了。好，但是我们这边，反正我们现在时间还有 ，task environment 指的是说你要同时考虑到 PEAS 嘛 ，performance 啊，然后呢，P E 是什么 ？environment 是不是 ？environment A 是 actuator， 就是你怎么动作，然后 S 我们来看一下。好 ，performance environment actuator 跟 sensor 好，那所以比如说在这个，这个我就不变了哈，就是说performance 就是你如何去评量你这个 agent 你的效能嘛，environment 就是你这个 agent 是运作在什么样的环境 ，actuator 就是你这个 agent 可以做什么动作 ，sensor 就是你这个 agent 是靠什么来收到讯号。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啊，这个就是所谓的 task environment。所以当我们在讲到一个 agent 的时候，就还要看说它是怎么在什么环境，如何评估它的好坏这些东西。好，所以这两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好，来，在座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有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提醒大家，其实你如果决定要修这门课，你现在就可以开始想你的期末专题想要做什么了。好，早一点想，然后早一点开始做。好，因为它占了我们学期分数的很大一部分。好，如果没什么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边。